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每一次都有许多的观众留言给我们，我们都有看到，尤其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哦，各式各样的建议都有。我们还有这个观众朋友还有送了 T 恤给我们，我们都有收到，非常感谢大家哦。从裴洛西来台湾之后，有人说引发了第4次的台海危机哦。比较特别的是，在这过程当中，彼此之间哦，当然互相在指责说哦，这个中共说美国你破坏了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又说没有啊，我没有破坏这些原则。这过程的一些讨论呢，我想值得我们玩味哦，也可以让我们今天好好来探讨一下。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博士哦，明老师你好。主任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刚刚提到了这个很有趣哦，一个中国我都很好奇哦，这个在台湾所认为的一个中国，跟中国在谈到的一个中国，我都好奇，在美国他们认为的一个中国显然都不大相同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哦。人的智慧通常透过一些辩证越来越集中，越有共识哦，偏偏一个中国这件事情却延伸许多的讨论哦。所以到底为什么中国说美国你破坏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说没有吗？我有遵照一个中国的原则。老师，那问题到底在哪里？我得先辩证一个词汇哈。中共说我们有一中原则，没有错。台湾过去说我们有一中原则，没有错。美国从来没有说过它有一中原则，他说它一中政策。但你注意看，中共讲美国你修改了一中原则，美国说我没有，我有一中政策。他从来没有说它有一中原则。在外交辞令上面，原则是比较固定不变的，政策是比较可以变动的。那么美国的一中政策变了没有呢？严格的说，真的变动了。中共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话对一半错一半。也就是他说你变了一中原则，美国说没有，那这样说是没有错的。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一中原则，所以无所谓变动一中原则。但我的一中政策是有变，但你说一中原则，所以我说没有。中共是这样指责美国的啊。中共的发言人讲，2000年的时候，美国把这个单方面炮制的所谓台湾关系法啊，不是真的台湾关系法，是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摆到了这个美中3个公报之前。美中3公报，第一是1972年的建交公报，72年的上海公报，79年的建交公报，82年的817公报。所以中共讲中美关系言必称3公报。美国很早就言必称3公报加1法，什么法呢？台湾关系法。也就1979年，这个中共跟美国建交之后，美国为了不背弃台湾，然后还能保持对台湾列的义务，所以他定了国内法，叫台湾关系法。所以美国言必称台湾关系法跟3公报，但他把它摆到后面。那现在中共说你在2000年的时候把台湾关系法摆在3公报之前，那这是对的，这美国真的是有改。然后他又说了，前几年美方把秘而不宣的所谓对台6项保证公然放在一中政策的表述中，这也是对的。美方的6项原则，就我刚刚讲的，在雷根签了这个817公报的时候呢，消息出来，国会非常生气，美国国会非常生气，说你怎么签了这么重要的条约，把台湾这种生命线给切断了。所以就硬要逼雷根说，那你得去做一个保证。所以雷根后来想通了，然后就对台湾做了6项保证。后来6项保证大家传得很广，我就不详细讲了。前几年美国在讲一中政策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讲台湾关系法、3公报跟6项保证。所以美国的一中政策的内涵呢是加大了。那加大结果对中共看起来是你修改了。然后中共说，那这是你美国方面，民进党方面有责任。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去中国化，在各种场合制造2个中国、一中一台，这才是改变现状行为。好，那现在政治焦点是谁改变了现状？或者说，如果双方都有改变现状啊，谁先改变了现状？这问题显然比较严重吗？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把事情呢，把它从头到尾排下来，就把时间序列排下来，我们发现中共倒果为因。中共他做事情在先，破坏现状在先，美国跟台湾回应在后。但是呢，他不这样讲，他常常讲说，是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
好，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是刚刚讲的3个公报，第一是1972年的这个上海公报，上海公报里面美国承认这个中共怎么样，然后台湾怎么样，美国那时候还承认中华民国，还承认台湾，所以没有问题。79年卡特跟中共建交的时候呢，断交废约撤军，所以台湾的所有安全系数基本都几乎被打到0。但是美国当时有一个尾巴，就是强调中共呢，虽然我现在跟中共建交，但是期盼中共将来是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所以美国等于有一个隐而不显的前提在这里。中共当时反应非常好，邓小平主政。所以1979年呢，随后呢，他就发了一个《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里面明白讲说，中共争取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所以美国就认为，你中共对我是有善意的，你对台湾有善意，因为我们签了这2个公报，然后你在你的《告台湾同胞书》里面明确讲说要和平解决，然后和平解决优先，然后1国2制啊什么等等，后来就慢慢提出来了。所以美国非常高兴，美国认为说中共是往和平方向走的。所以1982年817公报的时候，雷根之所以签呢，就是他认为你会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所以我才对这个台湾军售呢做了一些限制。但是在回过头来，在刚刚讲说建交公报之后，然后签了这个美国方面不是签了这个台湾关系法吗？我反复跟大家讲，台湾关系法第2条它是有前提的，就是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以下的前提，前提就是中共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而和平方式呢，就是和平的方式。那什么叫不和平呢？封锁跟禁运都是不和平，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好，所以美国的这个3个公报，它基本上隐含的前提或后来明示前提就是，你承诺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这样才有我们后面的东西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双方这些对话是一来一往是有前提的。那么到了什么时候这前提出现第一个变化呢？天安门屠杀。1989年天安门屠杀，美国吓坏了，因为美国一直认为你这个中共呢，在邓小平上台推动经济改革之后呢，慢慢向那边发展，美国就期盼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和平演变，会民主化。结果10年之后，你改革开放10年之后，你竟然动刀杀人了，杀这么多。如果你杀自己同胞都杀这么多的话，台湾人你也看到自己同胞，那你将来也会这样杀了。那么这影响到我美国的国际信用，所以美国当时第一个就警觉了。所以后来美国直接就是等于说是破坏了817公报，军售台湾超过原来水准。那因为你破坏了前提，这是美国的逻辑。好，那这1989年，再过几年是95、96飞弹风波、台海危机，对台湾直接文攻武吓。那美国说，前面我们勉强建立一点前提跟信任。现在你的动作一次又一次破坏，所以我对你的怀疑越来越大。所以这一次呢，95、96飞弹风波，对美国而言，他如何看待两岸关系，跟看待美中台3边关系，他是有很大的疑问的。那后来双方不是建了海基会跟海协会吗？海基会发东西过去，海协会经常已读不回，两岸交流呢，因为民进党上台之后中断了。好，那么马总统上台之后，两岸签了 ECFA。中共虽然说在经贸上把在跟台湾拉近了，但是时不时呢，一有什么事情就找台湾发脾气，一下这个不给你卖了，一下这个禁了，一下就断台商了，要干什么的？所以台湾非常生气。好，那这几年的事情呢，对美国来说感同身受。我们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嘛，一个是这个镇压香港，一个是镇压新疆，然后再一个是破坏南海的这现状。真正让美国觉得说，所谓说这个压死骆驼的这个或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草呢，就是这几年来不断对台湾的这个军机跟军舰的这骚扰。你不是说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吗？怎么这几年你的动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向非和平方式去前进？这个还没有军演呢，我们就讲这几年你的飞机飞来飞去，船开来开去，然后用言辞啊什么恐吓台湾，或者说在这个小规模的禁运等等。所以从美国看起来是什么呢？你中共这几年来一点点的鲸吞蚕食的
破坏了你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也就是你改变了现状。你原来承诺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现在你步步进逼，那你改变了，所以我开始跟着改变。所以美国有没有改变？有改变，但是美国必须把话讲清楚。我改变是因为你改变了，所以我才改变。你仔细看一下，美国改变动作在后啊，中共改变的在先呢，所以美国认为是回应。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美国自己也讲了。我们那时候不是讲过白邦瑞有一本书嘛，叫《百年马拉松》嘛，《百年马拉松》里面就很清楚讲，我们被中共骗了。我们过去自以为是的以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后，慢慢就会民主化，慢慢就会接受国际的这些价值观啦、民主体系啦等等，就发现不是，它不能在倒退，而且呢，它在侵蚀我们这个价值观的基础，也破坏我们的游戏规则，更重要就是破坏这个国际秩序。所以讲到现在，那美国说，那你改，那我就必须改。美国现在只不肯承认说他要改，但美国人讲清楚，你改在先，我改在后，那这个就没什么可辩论的了。那最近不是我们上次讲的裴洛西的事情吗？这中共现在还讲裴洛西是麻烦制造者。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裴洛西呢是一个吹哨人，他把中共迫害海峡现状，中共最后想用武力来打台湾的事情，把这个沙给揭开了，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裴洛西不是麻烦制造者，中共才是麻烦制造者，而裴洛西仅仅是一个吹哨人。的确有这个部分。像一开始我前头引言的时候有提到说，裴洛西来台湾之后，中共不断骚扰，其实严格应该说，中共一直在骚扰台湾。而裴洛西看到这样子骚扰的状况之后，他觉得他非来支持台湾不可。如果有人还在断章取义，就说你看吧，就是裴洛西来了，你看我们现在才开始军演，拜托裴洛西没来，就一直在骚扰台湾呢。也像老师所说的，其实麻烦制造者跟改变现状都是中共。我们往前推一步，如果中共说，或者台湾的这个粉红说，因为裴洛西来台湾，中共才军演，那我反问一句。如果裴洛西等人永远不来台湾，中共永远不对台军演吗？不可能，不可能嘛，对啊，对不对？这个东西随便大家一问就晓得了吧。所以借口而已。所以裴洛西是吹哨人嘛？是，没有错，这蛮重要的哦。当除了美国的所谓的一中政策的改变呢，如果回过头来看，大家会说，那日本的一中政策有没有改变哦？因为我们知道安倍很遗憾的哦，虽然他被刺身亡，但他提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日台之间重要的这些结盟的一些情谊哦，加上美日，因为他们有安保的一个结盟的一个部分，那大家就说，如果安倍都把台湾跟日本绑在一起，而日本跟美国又有这些同盟合作的一些关系，大家就说那一样的，等于是台湾有事，也等于日本有事，也等于美国也要有事一起进来。特别这次中共的军演哦，非但也涉入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哦，听说也产生了日本内部的许多的震撼跟反思哦。这大家请教一下老师，就这次中共的军演到底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有产生哪些变化跟影响？我觉得这次冲击非常大。安倍那时候在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有事，大家是听到这句话了，然后有点感想，但是没有感受。这有差别的。感想就是你在想象，感受就是你切肤的感觉到说，哎，这事情真的发生了，或者只是推论。对，那只是推论。但是现在一看到军演，日本就立刻想，军演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这样去包围了台湾，然后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呢，美国舰队这样来，然后这样，他会干什么事情？日本会认真推演后面会怎么发展，是不是这样？大家原来没有感觉那么清楚，大家讲说安倍提醒了，安倍警告了，对，很重要很重要，是，我们都很同意。但现在是切肤的感觉到了，所以安倍讲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现在真的感觉到说，哎，我是有事，我是有事。美国也感觉到说，当日本有事的时候，那我也有事了，因为我在亚洲的基础会动摇的，我在亚洲这个国际秩序会被崩坏的，这第一个。好，那既然体认到这一点，你认为他下一步会干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日本各界已经这样讲了，安倍遇刺之后，第一，对于自民党的选战是有利的，后来结果是如此，他支持人大体都当选了，然后很多是高票。再来就是他的这个理论啊，大家注意到，大家反复拿出来讲。第三，
很快的呢，日本的媒体就讲啊，那修宪应该不是很大问题，也就是大家预期日本修宪的角度会加快。日本修宪脚步加快的话，它一旦实现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结果呢？第一，日本自卫队会变成正规军，就不再叫自卫队了。第二，日本从此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海外。它不但是自卫，它军队不只是自卫，它可以出兵海外。讲的直接点就是，当他认为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他得出兵保卫国家利益。或者说他至少在咨询美国之后，双方有了谅解、有了共识之后，日本得出兵。事实上，美国原来也这样想，只是现在一直卡在这宪法的第9条。那现在呢，如果一旦通过的话，那这个就成立了。大家说，那这样子，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国家有军队跟军国主义复活是两件事情。是日本是有过军国主义，但你仔细看，日本这么几十年来一直很珍惜它的和平宪法。那现在大家为什么说我们需要修改宪法？因为觉得你中共威胁加大了嘛，就是我们前面第一点讲的，你中共在改变台海现状、改变亚太现状的时候，那日本觉得说我为了保卫现状，我也必须要有所反应啊，这就跟美国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与其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大家会不会更觉得说中共的军国主义正在行走当中呢？这是不是更大的问题呢？好，这第二点。第三点，现在这2天新闻也看到了，日本新闻都在讲，我们增加预算，然后加快建军，要加快建海军跟空军。日本的军工科技是很发达的，在2战之前呢，日本是可以独立建造航空母舰跟这个海军航空兵的。而事实上，第一次用海军航空兵真的打仗打那么漂亮的，还是日本的舰队去打珍珠港那一次。之前当然有海军航空兵，但把海军航空兵用的这么透彻的，那是第1战。所以日本的经验非常丰富。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讲的是日本过去有过经验，有过可以参考的战史。现在呢，他说要加快建军、建海军和空军。他未必需要建航空母舰，因为他面对中共的话，他只要建2栖攻击舰已经很够用了。然后他的海空军呢，其实基础都很够。再来，现在讲的是他最急迫的要部署1000枚飞弹，从这个北海道一路这样下来，然后到这个冲绳，然后甚至到与那国岛。与那国岛现在已经有飞弹了，再到与那国岛，再一条线下来。所以当时日本讲完这话之后，日本就有人接着说，中共的海军就很难出海了，中共的航母呢也很难出来，没有错，因为日本这样就等于守住了。但你不要忘记，所谓航母不能出来，是假设日本的飞弹射距是有限的，或射程是有限的。如果日本把飞弹射程加长呢？它打的就不只是航空母舰，就直接可以打内陆基地了，就可以进行我们所谓的源头打击。所以对中共的威胁呢就更大。好，那如果日本设想到这样的话，他也会看见他跟中共之间现在的经贸关联。所以下一步，日本要考虑它是不是要减轻对中国大陆的经贸依赖。当然，中共也在考虑我要减轻对日本经贸依赖。但是现在我们很清楚，日本有能力自己制造高阶、中阶跟低阶的晶片，中共是没有这能力的。中共是依赖日本、台湾、南韩跟美国的。那么日本如果再往下走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它在军事上面围堵中共，在科技上面会围堵中共，然后有地方会脱钩。再来会干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往下看。我们前几个月在跟大家讲澳英美同盟，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澳英美同盟呢是这个补足美日安保的不足，但是澳英美同盟在推出来1个月之后，我们吓一大跳，就是第一，我们不知道他们原来在安排澳英美同盟；第二，澳英美同盟推出1个月之后，他们居然讲说澳英美同盟是开放的。所谓开放，就是我不排除接纳其他成员参加澳英美同盟，澳英美同盟将来可以继续扩大。请各位注意，我再说一遍，澳英美同盟是1991年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出现的重大军事同盟，而这个重大军事同盟，它的假想敌是中共。今天澳英美同盟说我还可以扩大，那你觉得说他对中共的评估是什么？这第6点。第7点，
我们一直跟他讲，有一个东西叫四方会谈，就是美日澳印，这个是安倍启动的，他一直游说美国，这个中共的威胁很大，中共对亚太威胁很大，所以呢，亚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他就看见了这个四方会谈，所以他就开始推动四方会谈，也成功了。四方会谈到现在为止，有人把它称为同盟，它不是同盟，为什么呢？彼此之间呢没有协助的义务关系，除了美日有之外，其他之间没有什么协助义务关系。美国跟澳洲有，因为它澳英美同盟，但是印度啊什么的跟日本目前为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四方会谈呢，只是一个对话架构。就是我们大家磋商一下，然后最多了不起就是我们平行行动，这事情来了，我这样做你也这样做，咱们平行行动，最多这样，这不叫做同盟。什么叫同盟呢？我们俩约定，你被打了我来帮忙，我被打了你来帮忙，这叫同盟。四方会谈还没走到那一步，但是如果日本啦、澳洲啦、美国啦这些国家，或者印度这些国家认为中共的威胁越来越大，或者中共跟这个俄国的这个关系越来越密切，然后对国际秩序挑战越来越大的话，下一步四方会谈呢会实体化。实体化就是我们同盟了，我们明白讲了。然后第二步军事化，军事化什么呢？我们联合行动、联合演习，甚至呢，我们把我们的作战准则都同步化，到时候军队一合起来的时候，直接可以作战的啊，这叫军事化。第三，扩大化，也就是我们吸纳别的国家参加。那么对中共来说最危险情况就是澳英美同盟跟四方会谈结为一体，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印太北约。那这个时候事情就大条了。是，我想老师刚刚提到部分也让我想到，那所以这一次中共对台湾的一些威胁，我觉得也是惊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更深的思考。我们看到世界各国也对中国予以谴责，所以从博弈的角度来讲，中共我觉得在这一次来讲，外交上应该算是我觉得是对他非常不利的，因为他惊醒了许多沉睡的人的国家。那接下来的部分，特别是美国、中国，包含日本的部分的关系会不会真的越来越恶化？这个请教一下老师，真的美中日会越来越糟糕吗？我觉得恐怕不止哦。为什么这样想呢？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哈，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就是在后冷战时期，也就苏联瓦解之后，国际社会呢从美苏对抗变成一个一霸四强的体系。这霸权就是美国，四强的就是欧盟、俄罗斯、中共跟日本。从美国角度来看，全世界200个国家里面，只有这4个家伙可能挑战我的这个霸权，所以我必须看住这4个国家。但从美国角度来看，这4个国家呢，2个比较好，2个比较坏。欧盟比较好，日本比较好，俄国比较坏，中共比较坏。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判断敌友的标准是什么？简单说，判断敌友的标准是价值观跟我是否相同或相近，就以价值观作为第一个主要的评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美国认为我跟欧盟的关系会比较好，我跟日本关系比较好，而俄罗斯跟中共是潜在会挑战我的，所以对美国来说两好两坏。但是在两好两坏当中呢，美国会认为我即便跟欧盟比较好，即便跟这个日本比较好，但是呢，我也不能让欧盟跟日本来主宰我们双边关系。也就是我美国跟欧洲的关系，我美国跟俄国的关系，美国跟中共跟美国跟日本，这4组双边关系主动权都得抓到我手上，要好要坏我来叫牌，这第一点。那么但是作为一个霸权来说，他难免会欺负人家，就是欧盟跟日本即便是朋友，有时候都觉得被美国欺负，都会心有未甘。俄罗斯跟中共更不要说了，因为他价值观不一样，他更觉得被欺负的厉害。所以最后结果就是，美国对这4个国家呢，就必须分而治之，也就是拉拢欧盟去对抗俄罗斯，拉拢日本去对抗中共，这叫分而治之。我这个长话短说。那么这样走下去到一定程度之后，那我们就要看中俄之间是什么关系。中俄如果觉得美欧的压力很大，美日压力很大，中俄就会靠近。但如果说美欧日的压力还不那么太大的话，中俄的关系就不会靠得太近，这是被动的部分。
那反过来问，中俄有没有主动的部分？也就是俄罗斯有没有主动想干什么事儿？中共有没有主动想干什么事儿？而这事情做出来之后，欧盟、美国跟日本觉得受到压力，有没有？有，对不对？那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这是我在几年前写的书讲的主要的意思。好，那如果就像我们过去说的，俄罗斯去打了乌克兰，欧洲跟美国都觉得你破坏了2战以来的欧洲的秩序，所以我们必须要纠正这个行为。轻则让你退兵，重则把你打败，再重的我列解你，让你永远也不能破坏欧洲秩序，对不对？这是美欧的逻辑。然后中共，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承诺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就现在你对台湾不断的威逼等等，然后你对香港、新疆、南海，你都采取了超格的动作。大家会认为你对香港、新疆、南海都做了一些过分的动作，将来你对台湾一定也会做过分的动作，合理推论吗？所以当美欧日认为俄中分别在这个乌克兰也好，在台海也好，都开始破坏现状的时候，美欧日一定会加大对中俄的压力。而中俄觉得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有同盟了，是吧？逻辑就是这样子。好。那现在的情势就是如此，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跟大家讲，我们可以从台湾角度去理解乌克兰战争，可以从台湾角度去理解这个台海的紧张局势，但是我们更要从国际主流国家的角度跟思维去理解乌克兰跟台海的局势。所以他们理解的局势是什么呢？中共跟俄罗斯相互勾结，形成犄角之势，然后呢，企图破坏国际秩序。所以上次我们跟大家说，从欧洲跟美国看起来，普京呢像是纳粹，像是这个普京的俄罗斯像是纳粹德国，然后中共呢像是军阀式的日本。所以现在对欧俄来说，第一，他们要阻止俄罗斯战胜乌克兰，他们已经这就天天在讲的话。第二，要阻止中共并吞台湾，这样就回答你一个问题了。所以你刚刚问的是说中美日关系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坏？我现在告诉你是，美欧，我们再回来这张图，美欧会强化关系去对抗俄罗斯，美日会强化关系会对抗中共，所以美欧俄的关系会变坏，美日中的关系会变坏。我们讲的是2组而不是1组。那台海危机爆发到现在，各位看得很清楚了。虽然很多台湾粉红呢不断在帮中国在那讲啊，说这说那，然后重复中共论调，但是刚刚的分析如果站得住脚的话，我们的预测呢这几年来是一直实现的。现在我们看见，中共在威胁台湾之后，北约、欧盟、7大工业国、东盟都出来批评中共。那么俄罗斯今天打到现在呢，这2天吧。拜登才出来讲，我又要给他这个差不多将近10亿吧，9亿多美元的这个贷款，然后这个军售啊各方面这军事援助。简单说就是从欧洲、从美国、从日本角度来看，如果俄罗斯跟中共不后退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前进了，因为你们在前进，你们破坏现状了，我们为了维护现状，我们也必须前进。所以如果俄罗斯、中共继续往前进，甚至走到结盟的话，我们看见美日中的关系会变坏，美欧俄的关系会变坏，而国际社会会更加动荡。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件事情的发生，但现在看起来国际局势似乎是往这方向走。台湾要做的事情就是看懂这个国际局势，然后决定我们的战略定位最好定在什么地方，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理解的部分。偏偏很多人就是不理解这些事情到现在还在看到这我们提到的部分，还是在帮中国说话，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帮中共讲话，帮中共的说话，就让我们来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了。那今天就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同样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也谢谢所有这些按赞支持的一些朋友，再次感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程晓农。今天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准备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假军演争攻台。我们很荣幸的能请到江峰漫谈的主持人江峰先生，他的健谈，他的知识面，我想大家都早就有耳闻了。我们就请江峰先生在线和我们一起参加讨论。江峰先生您好。哎，您好，程晓农先生啊，应该感到荣幸的是我呀，能跟我跟小农先生跟小农先生同台，我一直是感到荣幸的事情。您是我最早的这个算是时事政治方面的一个启蒙人呐。啊，我是从您这里开始，不敢当，对对对，因为我毕竟像我们都是从大陆出来的嘛，但我出来那段时间，其实对大陆的这种反思啊，对政治啊，对政党啊，对当下的那个社会的情况的这种反思是很少，不像您呢，在这方面应该来说，在整个中国大陆来说是思想的一个先辈吧，有很多的一种谈不上思想，最早的启蒙思想。对，80年代啊，80年代，对，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啊，那时候。你现在也年轻啊？啊，对，跟小农一样年轻。那好，咱们书归正传。对，最近啊，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快速的访台，带来了一股旋风，然后紧接着呢，解放军就围绕着台海周边的6个区域，这个实行半封锁式的这种军事演习。那比起1995和96年那个第3次台海危机，也是发射飞弹。那么这一回呢，解放军的对台湾的这个演习，时间上虽然短，但是规模还有威胁的强度，可以讲比第3次1996年那次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6个演习区全部都跨越了海峡中线，而且是部分的迫近了台湾本岛，甚至包括这个进入了台湾的领海。这是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局面。那面对解放军不断的军演，台湾呢，当然有一些人是有点担心。那么一直以来呢，也有一些人在讨论说台湾可以撑多久，对此就有问号。我想请问这个江峰先生，这次的封锁台湾的这个军事演习啊，在台湾民间造成的紧张感好像不如1996年台海危机了。您怎么看这个当中的原因？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已经把这个问题的关键给点出来了，就是96年也好，就是2022年也好，2次这个军事演习啊，实际上还真的不如1999年的那次风声鹤唳，那时候还真叫草木皆兵了。这真打起来，真把导弹放出来了，反而台湾民众并没有那么慌。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咱们就不妨分析2个大的这个军事演习的重要的背景。96年那次呢，小农先生你很清楚啊，就是当时是李登辉访美，对吧？那么这次呢是佩洛西访台，对吧？就是两方的这种政治人物呢，在这个因为叫美台之间已经是断绝了外交关系了嘛，所以从这个外交角度、国际关系角度来说呢，这种官方高政府方面的这种联动呢，是等于再续前缘，这一点是中共是看不得的。这呢是让他在国际上、在外交上是严重失分的行为，所以他必须要保持他的所谓叫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种政治基础上呢，他必须要显示出强大的一种气势来。那么强大气势是怎么反应呢？你既然出动了这个最高元首去对方去访问去了，那么我就打导弹吧，这是他们的一种军事恫吓的行为。但是其实呢，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已经了解了，既然你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不就为了吓唬我吗？所以我自然就不必太担心了，这是一个原因啊。那么1999年那次呢，的确是搞的是比较草木皆兵的那种心理战和那种宣传战呢，的确是搞的是非常让台湾人担心。那么我们就回想，我们就反过来想，为什么96年那次，包括这次2022年，既然想吓唬台湾人，他为什么不像99年那样搞一个次呢？搞一次舆论战，搞一次心理战，不是更吓唬人吗？就是民间说什么就鬼来了更吓人，今天见着鬼了哦，你也长这个样儿，就不害怕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咱们反过来想这2次演习，它真实的目的
不是吓唬台湾人，而是吓唬大陆人。很多台湾的朋友一听到，哎呀，江峰怎么这么说？你什么依据啊？哎，咱们今天就可以一一道来。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他吓唬台湾人，他现在也知道的。从军事角度，咱们就说2022年这次，他既然把11枚导弹，不管它11枚也好，110枚也好，只是数量之差，数量之差没有实质意义的，因为他以后所谓要打台要饱和攻击，一会儿咱们如果说到军事问题，咱们可以说一下啊。所谓饱和攻击也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概念，它真正是实现不了一个所谓饱和攻击，这就是说爱国粉红们的一种喧嚣而已。啊，这个饱和攻击的概念早在俄罗斯海军时期就提出来的饱和攻击，那这个美国人搞这个宙斯盾就彻底瓦解了。他几艘这个大型的这个巡洋舰，为了配合这种饱和攻击，花了国家这么多钱，前苏联，结果呢，这边一个导弹驱逐舰宙斯盾系统全给它瓦解掉。所以这个事情啊，这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这个所谓叫饱和攻击啊，所以说数量上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它这个导弹打出来，它是个短程弹道导弹，它可以打到外太空去的。打到外太空呢，实际上台湾就知道了，你没有在我的领空上面啊，你是形式上经过了我的领空，但你打到了外太空，外太空不属于我们的领空范围啊。根据国际法来说，不属于我们的领空范围，所以我国军即便有防空的力量，我也不能飞上去打你，是吧？所以在军事上，他给你台湾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不是想真来挑战的，逗你玩，哎，吓唬，还不是吓唬你，因为你们知道我导弹飞哪去了，不是吓唬你，吓唬谁呢？吓唬大陆百姓啊！为什么叫吓唬大陆百姓呢？因为大陆百姓在这次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正如1996年李登辉访美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会对共产党表示一个质疑：你不说一个中国吗？你不说要马上把台湾收回来吗？啊，现在这个美帝国主义跟这个所谓叫台独分子都已经勾结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居然还不动作吗？啊，他说那我们打导弹，我们表示我们的威严。这反过来为什么吓唬民众呢？你看我们的军队多么的伟大，我们的政党多么强有力，我们的反击是多么的强大，吓唬百姓的。啊，不要说你们了，帝国主义我们都敢收拾啊，回过头来收拾你们百姓，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是吧？所以在是一种声势上，是政府加强对国内的声势、舆论和民间民情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手段。所以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就知道2022年打导弹它的究其根底是什么呢？因为这次包括胡锡进啊等在内的一些所谓叫这种民族主义大 V 吧，啊，宣传的东西要把佩洛西的飞机打下来啊，要半飞诸如此类的，全国是一片喧嚣，一片喊好。到最后叫覆水难收了。你把习近平逼到那份上，你说他打不打？不打，党内丢脸，国内丢脸，老百姓都看不上他，是不是？那要真打了呢，这个他玩不起啊，是不是？台湾的反击，万一真的是一枚导弹反恐导弹把他导弹打下来了，然后国际大媒体往他现场一照，这是东风导弹的残骸，你说共产党的这个形象在国际上也就丢掉了。当然，如果说真的是惹翻了日本，惹翻了美国的进行援助的话，那他更玩不起了。这事情就直接进入了更高级的这个军事冲突了，所以他不敢玩，那就叫覆水难收，逼到墙角上了，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怎么办呢？假打，这就形成了2022年的这么一个结果啊！11枚导弹，雄赳赳气昂昂发射出去，然后走外太空，落在这个海外，就形成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对2022年这次解读。就2022是肯定不如99年那次了，但是话说回来，96年那次啊，就是当时的这个最高州员这个党魁是江泽民，那个时候还真的有点想打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呢，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他也是有点，就是江泽民上来以后呢，他有点像毛泽东那样当年打金门一样，他有点想试探美军的真实态度。因为中间隔了这么多年了嘛，毕竟尼克松访华之后呢，中美之间没有真正进行过这种较量，到底鹿死谁手啊？谁能表现出在国际上更强硬、更霸道？他想试探一下，就用台湾来做这个实验。这是96年那次。96年那次，如果美国软，中共就事攻台；如果美国硬，他就把它作为一次军事演习。
收兵。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小龙先生，你给我再补充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江泽民后来是直接叫江三条，就是不过中线嘛，飞机军舰不过中线啊，就是导弹不走领空，不走这个本土，不走台湾的这个上空啊。还有第3条啊，一下还想不起来了。哦，不打外岛，不打外岛，就是我们要干的话，就直接就冲了。我不是说搞那种蚕食的路线打外岛，他不打外岛，就是3步啊，江三条，这是96年导弹危机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说在这个形成这个明显是对中共来说是不利的嘛，对吧？就等于是外交上服软了，我不干这个，也不敢干这个，也不干这个，是等于服软了。对台湾说，我不惹你了，这说明什么？他认软了，在军事上、外交上认软。在这个认软之前，这个江三条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有几个例子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当时中共准备了10万条英雄金。小东先生，我想你知道是英雄金，就是咱们说裹尸布吧，对不对？解放军叫英雄金嘛，死了以后啊，裹尸环是叫英雄金啊，10万条白色的英雄金。另外呢，的确是集结了20万的军队，正规军，也集结了10数万的，就包括什么挑夫啊、渔民啊，这些就是民工啊，也召集了。这种规模的确是足以发动一场进攻台湾的战争的。而且当时已经在外岛上呢，在外岛的外围呢，已经部署了军舰都是实弹，所以当时这个姿态呢，的确是要打的，但是最后呢，因为有几个信息过来嘛，第一就是关于美国的情报系统，他们也有一些类似咱们叫军事高层的一种互动吧，就是明显放出一个警告，说我们会真，你要是敢动台湾，我们就真动手。这是一个信号。那么你高层放弃了，我还要看你实际有没有这么做呀？哎，的确这么做了。然后当时是美军允许这个国军呢，将这个就是长距离火箭炮部署到了前沿，部署到了外岛。那这个就很明显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发动战争的话，它外岛这个火箭炮可以打到你福建的这个纵深嘛，是吧？可以打到这个山区去，可以打到你的这个集结机场，打到这个导弹营的这个部署场地去了。所以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动作。过去呢，美军是不允许台军做这个动作的，认为你这是一个就是等于是挑起两岸争端的一个动作，你不能用这个超远距离火炮放到前线去，你可以保卫你台湾本岛，你不能放到前线去，前线就对这个共军的这个集合地和它内部产生威胁。所以这个动作非常明显。所以第一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和美国的这个军事高层呢，对这个中共释放信号，告诉他你不能动。第二个呢是允许国军做的这种反制措施。第三个我们也知道，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2艘航母编队呢就来到了台湾海峡附近，这个就是一个战争姿态。后来这是江泽民当时问了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长迟浩田，然后就问这个迟浩田说，美国我们一旦打起来，美国出手支持台湾的几率有多少？迟浩田说75%，就是3/4的几率吧，是要支持台湾的。其实他留了很大的一个空间，25%可能不打，但即便是这个75%要打，已经让江泽民足以让他退缩了，所以它形成了后来的叫江三条。所以呢，相对这个2022年的这次导弹危机呢，99年的那次危机更接近战争的边缘，更接近战争边缘。当然，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什么？不光是江泽民当时不清楚美军是否会支援，李登辉也不清楚啊，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美国应该来说对台湾的当时为什么亚细战略模糊啊？战略模糊，那个时候是最模糊的时刻呀。所以当时是江泽民是非常想趁这个模糊的时刻去攻的。这个跟这个1950年初这个毛泽东准备打台湾的这个国际估量是一样的。他当时说，这个中国在整个的台湾在东亚地区有2大敌人，一个是日本，日本在1945年之后呢，他已经被这个美军呢限制住了，限制住。第二个，美军要不要打呢？他认为不打，分析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这个措施嘛。那当时是已经从这个台湾是不允许这个国民政府在所谓叫反攻大陆，他不支持。从之前的这个辽沈战役的马歇尔计划是一贯而之，一直到了台湾，这个蒋先总统吧，中华民国退守台湾
它整个的措施是这样的，连包括当时的这个就是麦克阿瑟呀，麦克阿瑟当时就是认为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那我觉得要说战略模糊，可能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军方跟政府方面是有冲突的，军方认为是不可放弃的一条防线，但是政府方面是采用了一种模糊，不愿意去帮助，所以当时的这个毛泽东就判断，现在打台湾非常有利。但是对同样的一个判断结果，当时苏联是不同意的。斯大林哪怕是说麦克阿瑟说过这句话，他觉得你不能打，因为他也了解美国，他比中共更了解美国。那个时候，因为他毕竟是欧亚大陆的国家，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他也有欧洲的文化，他知道美国人的这种心态。美国人这种民主体制的话，他真正打起来的话，这个政府是不具备真正的一种决策力的。真正决策力在美国人，在美国国会，是吧？如果说你硬压到这个台湾身上了，比如说麦克阿瑟回国会去演讲去，那个时候如果提前去演讲，是吧？我们的这个自由世界受到了如何这样的一个侵略的一个威胁，那很有可能国会一激动，那就打了呀，是不是？所以呢，当时斯大林是认为是不可信的，就是毛泽东这番评论的是不可信的，他不肯出军援助。那如果说没有苏联的空军和海军攻打台湾，那就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毛泽东尽管跟他的下面的，我们记得上次咱们还说过了，说这个叫做随波逐流嘛，随波逐流战略。但实际上他们知道的，这些共产党的领袖啊，欺骗自己的下面的下属是可以的，但他们不会欺骗自己。他知道这场仗打不了，结果这么一拖，您就知道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所以这个机缘就失去了。从那个时候到江泽民的试探，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想战略模糊吧，就这么一个有个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今天来看呢，其实在白宫来说，他还是更愿意采用战略模糊的战略的，因为这更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和他的更长远利益。但是现在的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人呢，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是吧？所以呢，可以说是自己招来的祸害吧。可以说自己招来的祸害，所以美国政府现在是由战略模糊，越来越被迫走向战略清晰。佩洛西这次访台呢，其实释放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咱们可以回看他，一个是他的这个团队在国会发表的一个声明，另外一个是他留给了这个《华盛顿邮报》的那一封，他到了台湾才允许别人打开的那封信。里面说的是非常清晰的。表明了美国捍卫台湾的坚决的决心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的形势呢，从1996年再到2022年，虽然说96年那次这个中共发动侵略台湾的这种攻击的可能性更大，甚至他们已经在着手进行战争了。那么到现在虽然规模好像看得更大更吓人，但是呢，实际上它离战争的这种发起的越来越远。你刚才提到这个江泽民时代，曾经中共主动提出了一个所谓海峡中线的问题，就是领空中和海上海军。这倒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这是提出来应该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一次，他等于是遵从了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认定，然后他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认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一次呢，感觉上说好像，这次演习当中，中国对这个海峡中线，原来等于是两岸还是有一种默契，就是大家默守着中线。如果中国的军机在飞行过程当中越过了海峡中线，进入了这个靠东边这一侧，那么国军的空军在上去拦截的时候呢，会告诉他说，你们的飞机已经越过海峡中线，请回头。那么以前共军的飞机基本上会听从，就是基本上默认这个海峡中线的存在，然后双方都不要越界。但这一次好像中国的空军在军演当中开始故意的飞越海峡中线，是好像是这个有一种明显的是要挑战这个海峡中线，然后呢逐渐在压缩台湾这个国防防卫的这个实际防守线。是不是等于说，这个从现在开始，1999年以来，两岸彼此克制那个海峡中线，从此就不存在了？那么，如果中线
默契不存在了，它有多大的重要性？是不是说今后共军就可以任意的越过中线，然后直接迫近台湾的领海，然后对台湾造成相当的这个风险或者是更大的压力？您怎么看呢？先说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江泽民时代，他是提到了这个中线的问题嘛？其实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最早的是美方提出来的，是美方对于要求，实际上是对台湾方面提出来的。这个中线的划分呢，是根据就是上海的这边空防情报区和台北空防情报区，它在这个军事上啊，空防啊，它有一个区域嘛，然后这个区从上海为核心和这个台北为核心，然后找了2个区域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没有交集的这条线，这么划下来的这么一条线。这形成的时候呢，这个形成是应该是在1954年啊，当时协防台湾的美军给设计的，因为咱们看这是一个军事线嘛，它所谓叫防空情报线，咱们一听这个词儿就是它是个军事用语，所以是美国的军方给它设置的，然后呢就也要求台湾的军方和他们的政府方面做出配合，就说这条线你别过去，他们也不过来。我们要求你不过去，是因为什么？我想保证你不要去刺激对方。那当时这个蒋介石蒋先总统肯定是不乐意的，对吧？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么大的牌子竖在那里，你不让我过中线，我怎么统一中国呀？是不是？所以他是要压制他的这个打回台湾、打回大陆去的这么一种愿望，同时也要求了制约了这个中共方面的挑衅。这个后来就是美军的军机军舰就按照后来叫中美，就这个中美的中是指中华民国，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协防台湾的时候呢，美军美舰是不过这条线，避免跟中共发生直接的这个军事冲突，是这样。当然，如果说这个共军如果说对外岛发生攻击的时候呢，美军美舰的这个协同作战当然要过中线了，他得保证台湾的这个军舰和这个民众啊军队得撤回来嘛。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这是在1954年的时候产生的这么一条军方的为主的这么一条线，所以这也形成了，因为中台之间就是大陆和台湾就是台海之间主要是个军事冲突以为主的，一直是要喊打的嘛，所以这军事方面是最要紧的，所以一直是这么存在的，一直到刚才咱们提到了1996年的这个台海危机之后，就所谓叫第3次台海危机之后呢，这个就江泽民提出来的叫3不。那这个3不，因为你是国家主席江泽民，军委主席江泽民，所以你提出来的就成为一种政治宣言。就是说，中共的政府呢是在政治上承认了海峡中线的存在。这是第一次，以前都叫默契，你不过来我不过去，都是这样。这次是正式的这么一个承认了啊，所以呢就说这个样就是台湾这个与大陆之间这个海峡中线呢，就此就叫咱们叫常态化了，就大家都定下来了。那么现在就要提到这个中线，应该说主要来说，我刚才说这种都是一种叫做默契，它没有画出一条真正的线来。对，那么叫中线默契，对两岸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说这个，我一个朋友吧，四川一孩子跟别人打架四川就是2个人对面。也不动手也不动脚，然后也不动手，就拿这个脚在地上划一下。我看你敢过这条街，我看你敢不敢过这条线。另外，我看你敢过这条街，各自画这条线。我们常说就听中共外交部门说的红线，那是个政治红线。这个中线呢是一个军事中线，它具有更强大、更实际的一个指导意义。你跨过这条线，就像我说的，四川朋友可能两个就要打起来，肩碰肩了。肘子碰肘了，那不得不打起来。所以这个中线它有实际意义是什么？第一，咱们知道台湾是一个外岛，这样就让台湾有一个什么叫纵深，防御纵深。你不能说把中线，你没有这个中线的话，那好，你的军机、你的军舰、你的2栖坦克随时出现在这个沙滩上附近，那台湾就没有任何的纵深了嘛。所以你一旦过中线，在理论上，台军或者说是中华民国国军就有依据、有能力来保卫自己的领海、领空、领土了，就可以开战了。我不能让你过来，你把我逼到我这个岛上是不行的嘛。所以这个纵深呢，是这个存在的第一条，就是是一条实实在在、很真实的一个什么叫缓冲区。
另外你知道中线，然后从中线然后到海峡，咱们18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个平均宽度吧，就是海峡呀，这个台湾海峡200公里平均宽度的话，你从中线过来有100公里，对不对？100公里的话，你军舰过来的话呢，起码要开4-5个小时。这4-5个小时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叫军事的一种预测区，我可以预知你的动作，然后我可以做出相应的这个防范措施，不是说你要逼得那么近了，你一过来我就得开火就得打你了，这样随时的话军事冲突的这种爆发的这种可能性啊，就是咱们说叫擦枪走火的概率会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中国军队呢想突破中线形成常态化，实际上就是一点，中共方面主动提高了临界点，就是让这种冲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加一种军事上的一种压力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单方面的提高了挑战的程度。当然了，如果从军事和国际关系结合起来说的话，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非常的莽撞的。因为对于中共来说，它的整体的军事态势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它的军事优势啊没有取得军事优势。你胳膊没练出劲儿来，没练出肌肉来，你就突然就想跟别人干仗了，别人手里还拿着棍子，那你一打不是挨打吗？对吧？是这个道理。第二个是整个的国际关系和外交上现在正处于一种下风和不利的态势。佩洛西访台是整个台湾的外交走上升趋势，你迎合上升趋势，你应该采取是政治斗争，而不应该直接化作军事冲突。它增加军事冲突实际上非常不利于它的政治退路的，在国际关系上你就没有退路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中共在整个的战略决策方法非常愚蠢的一条，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喧嚣的跨过中线。所以咱们都看到结果，他一跨过中线后，大家看到这段时间整个的在这个东亚地区，整个的西方他们的军事演习的密度增加，军事存在感增加。我那天看到德国的那个老式的那个叫飓风飞机吧，战斗机都飞了过来了。你德国关这啥事儿呢？是不是？本来你不刺激别人，别人不会过来。一过中线，你就摆出随时要跟台湾打起来的架势。作为国际的军事研究和战略研究，他们都知道，即使你不想打，即使你中共怂，你不想真打，你背不住下面哪个英勇的指战员突然想当英雄啊，那突然就开火了怎么办？那就打起来了。所以对这种危机这种存在的话，每一个理性的一位政治家，每一位理性的军事家，都会做出政治上和军事上相应的专业判断和专业部署。中共的鲁莽和愚蠢，国际上呢却是理性而扎实的反应。现在台湾在这种扎实和理性的反应之下呢，越来越坚实了，它的防卫呢越来越坚实。所以这段时间咱们看，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呀，这一个民族啊，它要经过了民主制度的锤炼之后啊，它会变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理性。所以对待中共的这种侵略和这种威胁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的台湾民众、台湾的政治家们、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军人们，都会比原来更加理性，绝不刺激对方，但是却发现他们更有力量，他军事科技和这个备战抵抗的意志都比原来在强。加上后面一大堆好嘛，德国人都来了，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在后面，你说他怕谁呀？所以这是我对中线的这个理解啊。你刚才谈到了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表面上的军事上是虚张声势，在演习方面，但是在政治上实际上输了，尤其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就有台海问题，它是败落于下风，实际上是它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了，只剩下玩军事恫吓这个牌了。对，军事恫吓这个牌，对。那么再过几个月，中共要开20大了，然后估计习近平很可能就接着连任。那么他连任以前，他就说过，说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的意思，就是在他手里，他可能想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有没有可能说他连任以后，接着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或者是武力统一，或者是逼台湾上谈判桌？那么美国有智库也在猜，说是不是解放军2027年要全面攻台？这个2027年，如果他要是真的想要再动手，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在中美对抗之下，这个台湾
这个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国土，保护自己的社会，保护自己的这块土地。哎呀，小东先生，所以说跟您聊天就有意思啊。这是我回答的问题，你说我的问题了，又扒出个新问题来。我少说点，我估计你就扒不出来了。这样挺好的，这样的互动我挺喜欢。就说我觉得2027攻台哈这个事情，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呢，我就是想到一个事儿，就您刚才说的，国会都在触动这个白宫吧，做出相应的一些比较扎实的、清晰的一个反应。我不管他现在战略上怎么反应，咱们也知道。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经济竞争法案，这边现在来了一个芯片竞争法案，对吧？这两个法案说出台啊，咱们都可以看到哈，实际上按照就是美国共和党啊保守派的这个态度啊，实际上是不会同意的。拿这么多钱出来就是一个大政府控制社会的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对于共和党保守这个经济理念，他说就是市场经济，让市场来调剂，政府要离开这个事情，是吧？这个事情通过了以后，对美国以后未来的影响，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的政府的这种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咱们就看吧，到时候跟社会主义，这就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嘛，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这是我们所担心的啊。但是我们又会发现，为什么众多的共和党的这个议员们呢，都同意了这两个法案呢？因为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控制中共这个邪魔。这个恶魔目前来说，它要吃人，它就是当下最大的威胁。对于台湾来说，它已经喊打喊杀到门口上了，不防不行。打了台湾，下一个肯定是打关岛，威胁夏威夷。这就跟当年的日本的这个太平洋战争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先下南洋，这打完那边以后，把这南洋这一片的战略场地全占领了。然后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区。那习近平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喊出来了嘛，整个亚洲要什么？要做命运共同体嘛，亚洲命运共同体嘛，那不就是大东亚共荣区嘛？对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看美国形势，我们要这种全面的来看这个事情。在2027攻台之前，美国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让我感到很难过的就是，即便是两党都达成了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认知吧，去全面对抗中共的邪魔的时候，却发现白宫这几天我看了新闻，95%的涉及安全的高科技的文件全部通过了，放行啊！就说表面的政策压下，不能够给中共这些高科技的这个技术、高科技的服务、高科技的产品。私下呢，一样样的全放出去了，包括对华为的这些所谓的杀手锏，一个个都给别人了。华为去年的整个市场的降低啊，这不是光是美国人在卡他的脖子，是整个中国市场被习近平砸毁了，他卖不动手机了，这都不能够怪美国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种趋势呢，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你觉得说这是一种默契当中的对北京的让步吗？我觉得这种让步这已经是让步了，是肯定的，这是一种让步。默契这个字儿不好说。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大家互相是暗送秋波，然后中共的号召粉红骂美国，是不是？美国号召国会出台法案，最后下面该干啥干啥。这种默契我觉得还不至于，还不至于。对，因为美国从历史上来说呢，对整个的这个法律秩序、法治体系和它的整个金融管制体系是非常严格的。商家是不能够冒这种巨大的风险，关键就在于你商务部批不批，对吧？商务部你批了，商家没有风险了，这是你们国家允许我卖了吧？不是我说我怎么样，这就是不卖或者不买。对不对？那是国家承担这个责任的。那么国家商务部的这个审批者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他在这整个的政策尺度上把握是有问题的。我相信白宫任何一个官员，或者是任何一个咱们说政治大佬，在此刻是不敢说你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中共送点东西吧，这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现在体制下是不可能。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整个美国在就是从克林顿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对中国的这种贸易优惠的这种官僚的习惯性做派没有改变过来。是川普改变的时间太短，4年，太短了，对不对？而且川普的个人的这个特性也使得他跟官僚集团是拧着的。没错，拧着的，是不是？你川普他想改变一切，他就咱们说是换干部吧。那出了白宫就不灵了。对啊，就是白宫他的政策也是出了白宫不灵了。像习近平说中南海政策出了中南海也不灵了，都有2个大国都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这2国的这种对决啊，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但我相信一点就是，如果真的中共愚蠢到真的迈出战争那一步，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他的官僚集团都会惊醒，他们无法再像原来一样按照原来的一种官僚姿态去行事了，不会再给中共开任何的这个旁门边门。这是我觉得2027咱们说这个事儿之前，我先想到一个思考哈，因为2027公台，你美国智库想出来的，美国智库凭什么想出这个东西？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干什么事情吗？他一定知道的。所以他说的2027，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偏颇。你看哈，2027年说公台的这种演算，它有几个依据的。我记得看了一个说法，说是中共建军100周年，他觉得哎呀，我了解中共，中共就是讲面子，中共军队建军100周年了，2027年了是吧？1927年嘛，是不是南昌起义？那到现在100年了，所以呢，他们要打。实际上要知道，中共军队是党卫军来，党卫军是什么意思？本质上他就是一群武装家奴，所以不要把他们的政治地位想得太高了，是不是？他过了100年，他过200年，他还是奴隶，还是武装家奴，拿着枪的奴隶，他们有什么政治地位？不可能为了什么建军的思想，那么就搞一个。他到了建军的时候，那就是搞个什么拥军爱民啊，什么军队地方茶话会啊，就是骗吃骗喝拿红包是吧？然后军队开始喝茅台酒比赛，就是这个。你让他是真的100年去拿着枪去攻打台湾，不可能。这事儿呢就算了，不聊它了。那么好，20大到21大正好4年，我觉得这个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从中共的政治，习近平他要连任。他要想在他下一任取得一种政治成就的话，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非常符合这个就中共的这种内部的这种政治规律的。你看，他20大到21大是4年嘛，对不对？22年到26年，他26年干不出什么事情，27年是不是得打？或者说我想万寿无疆，我21大不行，我还22大我还想当干部，我还想当主席，是不是啊？我06年，我2026年要下去了，我还要当主席怎么办？同志们，2027年我们就开始攻打台湾吧，现在开始准备吧，厉兵秣马吧。他是不是可以再获得一届任期？就是他到那个时候是一种政治威胁，不是说政治威信了。就是说你不服从他这个感觉，你不打台湾，我可以收拾你。我下面的将士们都齐声喊着要打台湾，你为什么不打呢？他可以用这东西来威胁他的政治对手，这是符合这个中国政治特点的。他只要保住他一个人的话事权，他就可以操纵整个政党，操纵整个国家，正像当年毛泽东发动朝鲜战争一样的。整个的政治协商会议下来了，没有人要同意他要打这场战争。他的政治局所有的同志，搞军事的、搞经济的都不同意，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是应该这个从战争中恢复的时候，你怎么能去打一场战争，对外战争，而且对手是美国？很不可思议，对吧？但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决定就决定了啊！现在中国说是30万了，前苏联暴露的档案是100万志愿军呢，战死沙场，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的这个20大到21大会不会中华民族走向这个？在20大之前，大家不用想，没问题的，肯定这几个月是平安的啊！该度假的度假啊，台湾的朋友啊。11月之后再回来抵抗吧啊，这是肯定的，有这么一个特点。他在20大之前一定要是求政治稳定，所以他为什么打这个太空呢？是吧？江泽民当年打空包弹，他现在打外太空导弹，都是一个道理，是玩虚的啊，打假啊，假打，他是假打。那最后呢，
我还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关心一个对他们来讲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说国军的军力当然没有中共那么大的规模，也没有那么多的，比方海军舰队，没那么大的大舰队。那么你觉得说，如果习近平第3任开始以后，他才开始琢磨这个攻台，我们不管他哪一年，你认为说以他的军力，你前面提到他们也是一个喜欢玩什么拥军爱民啊，然后他一块和地方政府喝茅台比赛，喝茅台拿红包的，对。然后这么一支军队，你认为说就他们配上大舰队，就能够在攻台方面一帆风顺吗？这个毕竟是渡海作战，就是平原作战，俄罗斯这么强大，打乌克兰都打不下来呀。关键就是什么？咱们说落后的战略思想，落后的军事思想才是致命的啊，就是他们失败的关键的原因。可以说，台湾的这个军事思想呢并不前卫，但是这几年逼的跟国际在兼容，在并轨啊，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中共那方面，它一直是俄式嘛，就原来的苏式的军事思想，一直到了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从那个99年之后吧，准确说是就是2000年之后，就是王海撞击之后，王海撞击之后，还有包括就是当时那次海湾战争啊，对中共的刺激也很大。慢慢的中共开始想到就是要所谓叫现代军事思想。但是现代军事思想呢，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中共军队的这种素质，他的上将是有价码的，他的中将也是要开价格的，层层一直到他的排长啊、少尉、中尉都是有价格的。这么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去作战？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台湾的朋友我觉得肯定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国军。了解自己的军队，因为你们的父亲、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孩子就在那里当兵，你会知道他们的精神状态，你会知道他们的抵抗意志，是吧？你会知道，然后这些孩子们，他们也会知道他们的操练，他们掌握的武器的情况。我觉得你们会比我更了解。但我想呢，我们从大一点的这个高一点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我觉得这个国军呢现在有几大优势。是目前呢中共军队所不具备的。首先就是战略预警能力，也就是共军你想打台湾，你别说你的军舰过了中线打过来了，你想准备武力犯台的时候，国军已经知道了。这个不光是国军原先的一些侦察手段为基础，现在因为呢现在是中共你军演加码，刚才已经说了，你办了个蠢事嘛，国际上都在反过来在支持台湾。那么好嘛，日本呐、澳大利亚、美国呀，甚至现在北约都要出手。那你想，这整个的从卫星到战略侦察机到这个长视距的这种无人侦察机，这对整个的对岸的情况摸的是底透底的，是吧？预警能力更加强化了，那么你的一举一动就被掌握的一清二楚。那其次是什么？叫做联合作战能力。联合作战能力呢，就是国军从本岛它有能力长视距打到对岸去的能力，有包括同时使用海空军的能力，这叫联合作战能力啊。这个如果说就是增加了对大陆纵深目标的打击力度，这样你以后你搞军事集结，你搞那个飞机的这个转场，是吧？你甚至包括很多的兵工厂，那生产粮食的这个干粮的工厂，你都会受到打击。你说前线军队怎么打仗？对不对？就等于是另外一场古宁头战役了嘛，是吧？古宁头当年是海水潮汐不让他们的军舰过来，现在是什么？通过联合作战让他们没东西过得来，这就是重大的区别了，是吧？还有第三呢，就是咱们说联合作战能力。这个联合作战能力咱们就有意思了，就说咱们也知道共军呢，它存在很多的问题啊，包括咱们了解中共这个国内规律的就知道了，它什么东西啊，它缺什么它喊什么，是不是？比如说全党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央周围，那就是很多人不团结他的周围，
是不是？要喊着我们一定要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说明现在贫富差距很大。所以我们看这次军事演习，他们喊了个叫做联战胜利嘛，叫联战胜。那联战不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啊，他是联合作战啊，联战胜。联战胜意味着什么？就是中共的联战能力非常差，缺少联合作战的这种训练，特别是缺少联合作战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军事协调能力。这东西就要有线了，就是你布线了，你空军海军怎么防？咱们这一点是可以从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看得出来的。这么长达这个，据说长达60公里的是这个摩托化部队瘫在地上，被乌克兰的这些游击队啊一枪一炮的这么扫掉。这就说明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空中的控制权，也没有长距离火力覆盖的权利。我的军队停在这里，前面碰到敌人了，我可以后面有长距离的火炮覆盖前面，打击前面，空中我可以做保护。这两样能力就是一种联合作战能力。连俄罗斯都做得这么差，所以可想而知，把俄罗斯称为俄爹的这儿子，中共的军队能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几方面都是国军在现代作战方面取得的这种优势啊。另外说回共军方面哈，就是中共现在其实我就想来大家了解一下，中共其实经常说的两个，第一个爱说首战即核战。这我不跟你啰嗦，我可能打不过你，我上来我就是原子弹，对不对？上来就说和平，他不是说真正和谐的和平是核武器的和，上来就和平，说这么刺激日本的嘛？所以你看日本为什么那么着急？所以这种思想，我觉得是从老毛时代开始，毛泽东时代开始，毛泽东时代说让美国人吸引他们到中国大陆这个本土上来打。是吧？我们让美军上了我们这里，让请苏联的同志往我们的土地上扔原子弹，用我们的叫牺牲一半的国民去换掉把美国军队打垮，实现世界革命的胜利。他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到现在还是有的。所以那个朱成武，我记得是前些年了，我就说了嘛，牺牲西安以东的这个城市啊，这种都是属于是恐怖主义言论，这都是恐怖主义言论，是吧？但事实上呢，就跟大家说呢，它恐不恐怖呢？它恐怖。国际上害不害怕呢？不害怕的。为什么这次萨德部署在韩国，中共要跳脚呢？因为萨德它的这个 X 线的这个雷达，它可以什么？它可以侦测到2000公里以外，那整个就把整个新疆啊、甘肃这一带的核发射基地全都覆盖了。你任何的3位一体的，你发射洲际导弹的这个动作，它都知道。知道以后，都不是说派战略轰炸机或者派导弹就给你拿，天上卫星的直接的这个雷射武器就给你现场就给你消灭。第二个，你说3位一体轰炸机，那不用说了，那个速度这么慢，在空中已经是被打击的目标，它淘汰掉了。第三个，据说最危险的就是它的核潜艇，核潜艇从大连到三亚、北海、东海这一带不用说，水浅出来的话，核潜艇出不去，给拦着；从南海这里出去深。它可以从南海走，所以为什么台湾那么重要？你控制巴士海峡嘛，巴士底海峡跟菲律宾一卡这个脖子的话呢，声呐一扑上，美国潜艇在那边就打伏击了，你出不去的。中国核潜艇有名的叫海底拖拉机嘛，他的声音的人说啊，这是中国的潜艇吗？是声呐员把声音先调小一点，不然刺激耳朵，不是说找不到你，是声音太大了。所以在整个南海呢，他们这个美国现在叫脱线式声呐，整个南海海底都在布线。中共很多武装渔民去干什么？就是去捞这个线，他捞这个线比他捞鱼啊，这个武装部给他的钱还多。那他捞这个海底脱线声呐去了啊，这样子的。所以呢，现在是整个核潜艇出第一岛链卡得死，卡得非常死。所以3位一体核打击实际上是不现实。就是中国粉红自己激动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一个现实，你只能是口头威胁啊。另外呢，咱们都知道，这个作为独裁者，你搞核武器的话，不仅是别人要对你进行精准打击、消灭你，连你自己党内的同志都得杀你。谁愿意毁灭自己啊？是不是？你当疯子可以，我们不愿意跟你一起当疯子。我还有老婆孩子呢，都在美国呢，在阿卡迪亚，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所以另外呢，就是中国的粉红爱说一个叫做数量优势，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你看大家注意到他们的这个言论，我72小时
打什么？我拥有200万军队，我拥有多少艘军舰，我拥有多少架飞机，这都在比什么？大家发现没有？都在比数量。现在根本就不是一个比数量的一个时代，军事科技打击时代。如果比数量的，乌克兰早就应该投降了，怎么现在反而把俄罗斯给耗尽了国力呢？所以咱们就反观现在的数量，什么是比数量的时候？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潜艇元帅啊，邓丽君是吧？不是邓尼兹邓尼兹，对，邓尼兹，那他发明的就叫狼群战术。对，对不对？狼群战术就是用更多的潜艇来包围盟军的这个军舰，实行这个群狼战术、群狼打击。这样的就是优势什么？因为它造不了大的战略舰巡航空母舰了嘛，它通过这个呢，同样的这个军费开支下，可以形成这个数量优势。但这种优势实际上在二战的中后期已经被瓦解了，因为更好的声纳出现了，更精准的射程更远的鱼雷出现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反潜机出现了。对。所以群狼战术到中后期已经是消失了，所以你所谓的数量优势的这种战法，在二战后期，在4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40年代已经被淘汰了。你把上个世纪二战时候的冷战早期的思维和军事思想拿到现在来对付台湾，愚蠢，不是愚蠢，我觉得是无知，因为对现在军事概念、军事战略里它没有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2点来说呢，就是中共粉红们宣传的东西啊，咱们台湾的朋友们听听就清楚了，他们究竟停留在什么阶段。谢谢江峰先生今天给我们从各个方面系统的分析了这个目前的台海局势，特别是中共一直在叫嚷要统一台湾，包括用各种手段。那么究竟台湾面临什么样的压力？然后这个压力实质上有多大？从一种比较深入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中共的侵台的可能性。那么江峰先生实际上给我们今天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中共其实也有他很头大的地方，未见得他能够完成他那个统一的目标。我想我这个结论是不是江峰先生觉得还差得不远？我觉得对，我觉得非常同意。就是中共当他想最后用武装统一台湾的那个时候，那正好是蒋前总统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候。这个结论希望我们留在这儿，将来观众朋友们记住这句话，等着我们看历史来验证。好，再次感谢江峰先生，我们希望还有机会能请到江峰先生。好，再次感谢江峰先生。谢谢陈晓东先生，谢谢五马看中国的朋友们啊，咱们下回有机会再见了，拜拜。